若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美军真的会派航母来进行军事干涉吗？台退役少将说出真相。近段时间，随着美国不断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导致台海局势不断升温。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还不断炒作解放军将在台海动武，大有一副要出兵台海吓阻解放军的意思。那么问题来了，若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美国军事力量真的会介入吗？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就报道称，在5月9号的时候，一艘大峡谷2号的多用途支援舰停靠在高雄港口。经过扒皮，这艘表面上是民营企业的船只，其实与美国军方有着密切联系。不难判断，美国正在将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断深入台海。与此同时，几乎每个月，美军的军舰还要故意过一次台湾海峡。由此可见，美国正在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渗透台海。有意思的是，岛内最近一档关于台海局势的节目中就有探讨这个问题。主持人提问：美国会让自己的航母靠近台海，以胁迫解放军吗？而受邀作为嘉宾的台退役少将胡瑞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胡瑞洲在节目中表示，解放军拥有东风导弹，实际上美国航母就是怕这个的。美军航母越是靠得近，被击沉的概率就越大。美军一艘航母上大约有5000人，如果航母贸然被击沉，那美国就有5000场葬礼。然后美国有50个州，相当于一个州就有100场葬礼。对于美国来讲，就相当于一次911事件加上一次珍珠港事件。鉴于这个死亡人数，从各方面来讲，美国是不会介入台海局势。而且万一杀红了眼就更麻烦，因为这可能引发核武冲突。美国不至于要牺牲洛杉矶或者纽约或者底特律来换取台北的安全。美军航母上一次接近我国南海还是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由于我国拒绝美军小鹰号航母停靠香港接近我国演习区域的要求，随后小鹰号航母便进入台湾海峡试图威慑我国。而在那个时候，我军的东风11与东风15已经能对台海的美军航母形成威慑，最终美军航母也没太敢造次，而这也是美军航母最后一次接近我们来。相比于14年前，如今我们拥有东风21D、东风26以及东风17等一大批新式弹道导弹，而且能对第一岛链乃至第二岛链内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这对于美国航母而言，威慑程度也大大提升，因此美国航母也就再也没靠近。台湾问题一直都是美国拿来与中国博弈的筹码，但台湾虽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却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一旦情况异动，大陆势必要用行动完成祖国统一，但对于美国而言，并不值得把自己搭进去。随着解放军在亚太逐步建立对美军的优势，美国的军事干预决心其实越来越小。捐赠物资运抵同一天，印度议员叫嚣中国，不料竟发现莫迪不是反华桥头堡，莫迪众叛亲离，能否抵挡得住美国的威胁？为助力印度国内开展抗击疫情工作，红十字会决定给印度红十字会提供10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并在9号当天首批100台制氧机、40台呼吸机等抗疫情物资于成都运往印度班加罗尔。在印度试图再次借边境问题转移国内疫情危机后，中国红十字会的此次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印度的感谢，反而还在叫嚣中国。印度总理莫迪同党派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推特上叫嚣，当前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战争形势，现在印度在3个领域正面临着类似战争的形势，包括经济、疫情以及中国。很明显，这句话的潜在意思就是在向外释放出危险信号。中国如今对印度构成的威胁已经等同于疫情了。中国进口的大量防疫物资以及少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物资，印度媒体和印度政府极少表达过感激之情。我国人起初是认为中国的帮助会让他们没面子，毕竟换做谁都无法接受。前不久还是在边境地区冲突的敌人，现在却成了印度对抗疫情最重要的依靠。值得一提，在印度所接收的进口呼吸机、口罩、制氧机，甚至是咽拭子等物资，有超过80%都是来自中国。在这种局面下，印度或许丢不开面子向我国表示感谢也可以理解，但要不是中国出口大量的物资，现在的印度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死去。现在的莫迪正为疫情头疼不已，今年下半年还是印度大选，在如此敏感的时间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关于印度的很多消息，其源头并非来自中央政府。就例如此次叫嚣中国，这位高级官员名为苏布拉马尼亚安斯瓦米，他是印度人民党内著名的亲美派。
在此之前，其一直渲染中国对印度的威胁。去年中印边境冲突之际，他也提出印度不能再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要找清未来方向这样的话。真要说起来，莫迪政府如今在媒体以及舆论中存在感是非常的低的。反观印度中央政府各部门，部分政客在舆论上的存在感却越来越强。两者相比，莫迪倒是有种即将众叛亲离的感觉。作为印度最高领导人，不管谁说了什么都要莫迪背锅。但其实背锅的人不一定是罪魁祸首。印度政府权力有限，集权程度不够高，导致莫迪无法足够的规制地方政府的行为。简单点来说，哪怕莫迪有心，光靠他一个人也是没办法推动任何一个行动的。当然，现在有了美国，拜登以不让莫迪继续当总理为由，准备把印度改造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反华桥头堡。因此，最终印度的政治走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莫迪的抗压能力。莫里森对外展现出的傲视狂妄，让中国极为愤怒的同时，也让美国感到困惑。澳大利亚在加速灭国的速度。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以及该国高层政客接连就台问题进行干涉，扬言要配合美军的军事保台行动，甚至对外公开透露4艘澳大利亚军舰组成的编队正在南海进行巡航。除了军事上的，莫里森政府已经决定取消了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内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达成的合作协议。澳大利亚铁了心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可美国真的领情吗？在拜登眼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均是用来针对中国的棋子。对此，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在前几日表示，莫里森政府现在就台一系列举动很可能损害我们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不是政客游戏，那是严肃的，事关澳大利亚军人的生命。就连美国记者都在近日建议澳大利亚聪明的话应该把嘴闭上。现在的莫里森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反而对美国马前卒的这个角色相当着迷。在此背景下，实际上美国已经开始释放弃台信号了，在台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政策。澳大利亚原本是紧跟美国步伐才针对中国的，现在却疯狂就台海问题做文章，甚至狂妄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红线。面对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中国也于近期给予高强度反击。要知道，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方面，中国向来态度非常强硬。5月6号，中国宣布无限期暂停与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莫里森对外展现出的傲视狂妄，让中国极为愤怒的同时，也让美国感到困惑。相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现如今各个国家都正在试探性的调整对华战略。与澳大利亚不同的是，大部分国家追求的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对自己最有利的平衡。毕竟他们深知，即便是美国这位西方阵营里的带头大哥，也已经认识到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模糊战略政策的重要性。可莫里森却至今没有领会到美国真正的战略意图，反而频频发出幼稚的言论，不自量力地把澳大利亚打造成反面标杆。中国不是以前的中国，面对大国博弈，其实各国都必须要认清并且摆正自身的位置，任何盲目草率的决定都很可能把自己变成炮灰。现在澳大利亚一系列危险举动，连美国人都感到害怕，莫里森却在反华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这无异于增加了冲突爆发的风险，该国很可能被灭国。中国不主动挑事儿，但也不怕事儿。我国人还是希望澳大利亚能够早日摆正自身的位置，否则当中国更严重的反击来临时，莫里森后悔也来不及了。